新手必看橙梦露锦的养护6不同。1. 配土不同，相同养护环境，橙子锦相比橙子需要更多的泥炭。我的位置苏州用 60% 颗粒。2. 浇水不同，带锦的植物叶绿素较少，生长速度较慢，储水能力也较差，根系相对比较弱，所以浇水的频率和量都要更多一些。不用刻意控水，因为带锦的多肉长大也会很好看，不一定需要精控成很小的尺寸。另外，水注意不要浇到叶片上，容易灼伤。3. 施肥不同，大部分多肉不进行繁殖的话，都不需要刻意施肥，锦类多肉则可以考虑适当施肥，提高养分利用。4. 光照不同，一般情况光照不需要刻意调整，和其他多肉一样就好。如果发现叶片有灼伤，可以选择换到光照相对较弱的位置。5. 度夏不同，橙子锦比普通橙子抵抗力差一些，需要给予更大的通风环境。6. 整形不同，如果是群生的橙子锦，无锦的那个头必然会比有锦的头长得快长得大，这时候需要定期给无锦头理发，以免挡住光照。你们正在收看的是乔伊斯，下次我们接着聊多肉养护。多肉的小苗该如何养大？多肉养护答疑第3期，要不要给多肉小苗养绿？变黄变红会不会不容易长大？减少照灯的时长，能把多肉养壮实一点吗？多肉想要养壮实，充足的光照非常重要。光合作用相当于在给多肉吃饭，浇水、施肥、通风，本质上都是为了让多肉好好吃饭。饭都不吃，怎么长胖长壮呢？多肉长大不能单纯的看冠幅，越来越粗的杆子和越来越肥厚的叶片也是成长的证明。多肉小苗到底如何养壮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1. 充足的光照，在不晒伤小苗的前提下，日照时间不要低于8小时。日照强度不要低于2万 lux。 2. 充足的水分，小苗可以不用等到它的叶片发软，只要土壤干透就可以给它浇透水，保持一个良好的生长循环周期。3. 适宜的温度，夏季的高温、冬季的低温都会影响小苗的生长速度，春秋季是最适合小苗长身体的季节。下面还有3点也很重要，千万别错过，价值10头蜜珠。4. 合适的配土，多肉小苗的根系孱弱，颗粒比不要超过50%，颗粒的尺寸选2到4毫米或者更小，软颗粒的比例尽可能的高一些。施肥不是必须的，生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盲目的施肥不但不能促生长，还可能引起烧根僵苗。切记在合适的季节用正确的方式适量施肥。6. 及时移苗，发现小苗的生长缓慢，就给它换稍微大一点的盆，更利于小苗的生长。多肉带娃你学会了吗？戳这里你想问的全都有。长的多肉小苗为什么长不大？小苗需不需要施肥？小苗到底该怎么浇水呀？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2分钟告诉你多肉小苗茁壮成长的一生都要做些什么。如果是买来的小苗，刚开始浮盆期一定会消耗叶片，有一些特别小的头可能就会被消耗掉。如果整株都非常小的话，那整株都被消耗没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切记要求卖家带土发货，到手脱土，不用修根，直接上盆，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叶片消耗。多肉小苗用土推荐较小的颗粒，2到4毫米的，颗粒的比例不要大于50%，不利于根系抓土。下面重点来了，你先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多肉小苗切记不可控水，土干了就得给水续上，只要水给够，养分它也不会缺。那我水浇多了，它会不会徒长啊？答案是不会。即使是小苗，你也要保证它有充足光照的，只要光照跟上，就不会徒长。话又说回来，中午的阳光对小苗来说，直射的话可能就太热了，早上和晚上可以进行充足的日光浴，中午隔着玻璃还行，直射还是不要了。施肥不是多肉小苗必须的，要不要施肥取决于你的期待。你期待它长大长绿，可以适当的给一点薄肥。如果你期待它尽快变美丽出状态，那施肥的话只会延长这个周期。还有个更扎心的，施肥千万不要贪多呀，化肥的金属含量都很高，小苗根系孱弱，你频繁浇水，土壤很快就会盐碱化，到时候不但没有把小苗催大，整个土都变成盐碱地，直接给你的小苗给烧死了呀。带娃那些事都整明白了吗？还没明白快点来提问呀。肉放在阳台天天曝晒也还是徒长，你说明明不缺光呀。多肉到底需要多少光？
，90%养肉人都回答不上来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量化给你看。肉眼看着明亮的阳台，到底能有多少照度？我们来看看。隔着玻璃有8000流明的样子，不隔着玻璃可以到2万，如果伸到窗外可以到达3万了。今天还是阴天哦，再来看看阴天的室外，也可以达到4万流明呢。阴天的桃树下，照度降到了7000左右。哇哦，桃子成熟了。艳阳天的树荫下，照度能够达到18000。现在是中午1点半，走到阳光直射的地方，它已经爆表了，应该是在10万照度以上了。我们现在躲到屋檐下去，照度降到了19000。这款补光灯的正下方20公分左右有26000多的照度。以上数据会全部整理成表格，来对照看看你家有多少照度吧。下面你可要记住了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除了光照强度，还要考虑光照的时长。阴天户外全路养，它的光照强度达到2万的同时，光照时长能达到1天8个小时，夏季可能会更长。这样的日照强度和时长是多肉好看的必备条件。阳台党，你的光照强度和时长都会差点意思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放在阳台的多肉还会徒长了吧？快去看看你的多肉光照够不够。多肉的休耕方式对多肉的发根速度到底有没有影响？13年养肉经验做了一个70天的发根实验，快来看看吧。70天前，在一堆金控芯里选了10颗差不多大小的单头，每5颗一组，采用2种休耕方式。第一组保留根头，先刷掉土，看清根头位置，切掉其他所有根系，但是这个圆圆的根头要留住哦。修完的5颗，我们来检查一下，每一个都很不错呢。第二组一剪梅，就是把根头都切掉，直接把杆子切平，保证每一个截面都是鲜活且健康的。接下来就是空气发根70天了。发根的结果如何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简简单单养多肉。第一组保留根头组，第1颗发根了，虽然根系不多，但是能看到根头上是有根系发出的。第2颗根系相对比较粗壮，第3颗也发根了，第4颗发的根很少，第5颗没有根系。第2组一剪梅组，第1颗发了少量的根，似乎还在枯萎，第2颗没发根，第3颗也没发根，第4颗少量根系，第5颗根系也不算多，而且在空气中开始枯萎了。从目前的结果来看，保留根头组发根了4颗，一剪梅组发根了3颗。由于休耕是11月底到现在2月初，正是最冷的这2个月，发根的速度也确实太慢了。关于冬季快速发根，一起来看看这篇。接下来我们把10根都上盆，接触到土壤以后，再来看看发根浮盆的情况吧。你看好哪一组？快来说说看。泥炭土、营养土、园艺土。刚入坑的肉友看到各种土，是不是脑袋都大了？别慌，12年养肉老司机，今天一篇教你分清楚各种土。泥炭土相当于我们做烘焙的基础面粉，保水性强，营养丰富，通常要搭配其他成分一起使用。泥炭土一旦干透了，再次吸水的速度就会非常慢，单独使用的话还特别容易板结，建议把它当做配方来用。营养土相当于预拌蛋糕粉，在商业上呢，它的成分就非常不统一，这可是垃圾土的重灾区。选购的话一定要睁大眼睛哦，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品牌，还要看清楚成分。通常营养土的保水性都比较好，单独用来养多肉的话，对你的环境通风要求会更高，但是用来养菜养绿植可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养多肉的话，可以用营养土搭配颗粒土。园艺土是个巨大的统称，一切在花园里用的都可以叫园艺土。园艺土呢，没有什么固定的配方，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行业标准。养多肉到底用什么土合适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大家都推荐养多肉用颗粒土。用了颗粒土，你就一定能养好多肉吗？颗粒土可不是神仙哦，颗粒土只是帮助你养护的一个环节。合适的颗粒土，它可以提供合适的保水性和合适的透气性，这样的土可以成为你养多肉的好助手，帮助你更好的控制干和湿的循环。这多肉的生死大权可不就掌握在你手里了吗？不管你是想买颗粒自己配土，还是买机制自己来发酵，
或者干脆直接买成品土。无论哪一种选择都要擦亮眼睛哦，避免盲从，才能真的绕开大坑。说说看，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土养多肉呢？上盆10天就能提盆，还不用考虑浇水的多肉养护，你想不想了解一下丑土养护指南4步走？直演示不推荐哦。12年养肉用丑土我也是第一次。第一步开土，收到土自封袋包装里的是潮湿的土，在6.5升的土里面倒入2.5升的水，上下颠倒，摇晃均匀，让土壤完全浸透，浸泡至少2个小时。第二步上盆，用手把土塞进盆里，大概压一压，没有根系的多肉直接在土上挖个洞放进去，压紧。有根的把原本的根系放进土里，再填土压紧就好啦。第3步浇水，养菌呢需要保持土壤湿润，不能让土干燥。直接喷水，或者在托盘里倒入水，让多肉吸收，多余的水记得倒掉哦。第4步补菌，为了维持菌群环境，需要定期补充EM菌。先培养原液，尖叫的瓶子倒出里面的饮料，倒入200毫升左右矿泉水，凉白开或者纯净水，加入45克红糖，1/6克勺的EM菌。摇匀，使它产生大量气泡，避光保存，记得隔3差5给它放气。大约7天之后，原液就已经发酵完成了。轻轻摇晃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，这看起来明明就是格瓦斯嘛，闻起来也有一股啤酒香。7到10天一次，用原液1:300，兑水稀释浇水就可以了。做好的原液保质期大概1个月，1个月后，就倒到下水道里去清理异味吧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还有什么问题快来提问吧。万年单身汉的单头多肉砍头挖心，真的能变群生吗？12年养肉老司机实测了6颗单头冰玉，历时79天，一起来看实验结果吧。79天前，我残忍地给3颗单头冰玉砍头，给另外3颗挖心，手法极其的不成熟。结果呢？点击左下角抖音精选内容，去抖音精选 App 听我的视频和 AI 互动，了解更多多肉养护知识点。79天后，砍头组的3颗，第一颗除了中间的一个大头，下面似乎有1到2个小芽，也可能不是，其他就没有了。第2颗除了主头，有且只有1个侧芽。第3颗还是只有1个头。再来看挖心组的3颗，第1颗看起来非常混乱，感觉叶片是受伤了，并没有看到小崽。第2颗是挖心操作的最好的1颗，也没有看到爆崽，只有奇怪形状的叶片。第3颗下面好像爆了1个崽，其他也没有嘞。总结一下，失败了。都说失败是成功的母上大人，跟着乔伊斯，失败也能学东西。这几颗冰玉控养的年份确实比较久，都控了2年多了，土壤也没有什么养分，都已经板结了。爆崽确实难度比较大，花盆也太小了，稍微大一圈的盆可能更利于多肉爆崽群生哦。手法也是真的垃圾，砍头还好，挖心真的是失败，也是一次自我教育吧。你们有没有砍头挖心然后爆群生的多肉呀？发过来快让我馋一馋。我在南方桂花香，你在北方白雪阳。南方的多肉还没上色，北方的多肉就要过冬了呀。寒冷的冬季，多肉还需要浇水吗？冬天多肉该如何浇水？12年养肉老司机一个视频给你讲清楚。多肉的气温警戒线在4摄氏度，当气温高于4度的时候，多肉就是安全的；当气温低于4度的时候，户外的多肉就有霜冻的风险，这个时候必须停止浇水。多肉植物身上含水量较高，多肉植物的生死线就在水结冰的0摄氏度。一旦植物细胞内的水结冰，植物的细胞就会受到不可逆的伤害，不仅仅是叶片，包括主杆和根系。一旦气温低于0度，一定要把多肉挪到相对温暖的地方，再考虑浇水的问题。那气温高于4度，是不是就可以随便浇水啦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4到15度的时候，多肉还可以正常生长，但是生长的速度会变得非常缓慢，俗称休眠期。多肉的叶绿素会越来越少，花青素或胡萝卜素会积累的越来越多，正是多肉美丽上色的好季节。这样的气温下，我们还是可以使用多肉浇水口诀来给多肉浇水。肉软了再浇水，浇水就要浇透水，浇完还要吹吹风，接水盘里别积水。浇水的时间点尽量选在温暖的白天，这样多肉喝水效率较高，土里面不容易积水哦。对了，
肉软了是可以浇水，不是必须哦。冬季湿度低，干得快，但是冬季浇水切记宁晚勿早。多肉冬季浇水策略你学会了吗？下期讲多肉防冻指南。多肉生根粉发根实验半个月过去了，结果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哦。这是半个月前不同机制、不同生根剂对比实验图。下面一起来看第一阶段成果汇报。第一排使用耐乙酸，第一颗有消耗，没有发根；第二颗一样没有发根；第三颗也没有发根。第二排使用酯酸，第一颗已经看到白白的根系啦，第二颗叶片开始消耗，但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根系，第三颗看起来有点萎缩。第三排使用 HB101，第一颗尚未发根，第二颗有小小的根系，叶片也在持续消耗，第三颗有一个特别小的根系。最后再来看看自来水对照组，第一颗就有发根呢，第二颗也发根了耶，第三颗也发根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发根率最高的竟然是自来水。你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？最重要的在后面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这个阶段多肉没有根系，只能靠叶片吸收，土质对多肉发根的影响在这个阶段几乎没有。我每一次会把促生根剂按比例溶水之后浇到叶片、根部以及土壤中，浇水的时间间隔大约是1周一次，期待它们在接下来的半个月发根情况会有所不同。快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看好的那颗肉发根了吗？再说说你现在最看好哪一颗呢？多肉夜叉到底哪一种养护方式发根发芽最快呀？12年养肉老司机玩夜叉的瘾可大了，这次直接搞了100片奶茶叶片做实验给你看呢。第一步，先检查一下叶片的状况，如果有化水的、受伤的，我们就把它挑出来。重点检查叶片的生长点，像这里有一块伤疤的，生长点就不是特别完美，但是也能夜叉成功，这就是完美的生长点啦。第一组25片。空气发根组把叶片平铺在豆芽盘上，让生长点可以照到光，并且保持良好的通风。我们既不给它浇水，也不给它喷水。第二组水釉组，矿泉水瓶子，用电烙铁挖几个孔，叶子大，所以孔也要挖大一点，装一些清水在里面，将叶片的芽点朝里插进去。这个造型还是有点好笑。第三组土培组，将叶片的芽点45度角插入土里。这里的夜叉土用的是这样的配方。夜叉多肉的配土，一来泥炭的比例不能太低，不利于保水；二来颗粒的尺寸不能太大，不利于根系扎根和小苗的后期生长。第四组，直接将叶片平放在土上，让叶片的生长点都可以接触到土壤。网上还有许多姿势，什么侧躺式的、倒插式的，大家也可以多尝试啊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夜叉方式。土培的2组记得让土壤保持湿润哦。猜哪一组发根发芽最快呀？评论区等你哦。